我先讲啊，刚才讲的那个独立号，是美国现在把这个军方把这个放在照片上，对，其实这是很值得玩味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各而且这个位晓不晓时机得，不是独立号是1997年退休了，放在华盛顿州，最后拖到德州已经解体了。哦1998年已经拆掉了。1997离开日本的红须贺那个母港，接替他的就是小鹰号。所以他是不是告诉民进党说，台独已经被解体了？是不是？你放这条船很奇怪、啊，为什么要触眉头啊？因为那时候美国来2个航母间战斗群嘛，不是只有独立号这一艘，你就拿独立号在这一艘已经退役而且被解体拆掉了，钢都已经溶解，不知道放到变成什么东西了，是不是？是不是告诉你说？台独已经是像这条军舰瓦解了，已经瓦解了，这蛮好玩的一件事。这更有趣了，这样解读更有趣。我们不久前呢，请一个日本的东京大学的国际关系的这个一位教授很有名，那他叫卡瓦西马，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他讲到这个日本如果台湾台海发生战争，日本来参加。一定会来参加这件事，他是非常保留的。保留。他如果日本要根据当时整个的事态，因为日本对用兵这个事情，法律上是有严格的规定，所以不是说你发生战争，你就可以去参加。他们要经过讨论，他们有什么很多种周边有事啊，什么紧急事态啊，有很多条件和他有很多的条件哦淡出在里头。他个人认为，其实。日本现在还是比较看待这个问题是有它的保守性的，有保守性的。那麻生太郎讲这话是信口开河。麻生太郎其实一直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好，在这个国民党主政的期间，就跟我们非常要，像我们有个亚洲的一个国会的这个议员的联合组织，他就每次他都开会，在日本的时候他要开会。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台湾区，我是秘书长，所以我参加几次会。这个阿寿这个人就本来就对台湾是非常友善的那但是呢，我认为他讲这个话也只能代表自己或是自民党的一些右派的议员们的讲法、看法。日本人民基本上来讲，他们是反战的。所以这个战争的爆发要看这个战火是不是已经烧到了日本的本土，或是烧到钓鱼台。如果没有，是在他们国境之外发生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是不是对日本会构成立即的威胁？这个东西到时候都要讨论的。日本人基本上来讲是非常反战的，我只能这样讲。所以我们台湾千万不要去一厢情愿的认为说，阿寿讲的这句话就代表日本的政策。日本也是个民主国家，换了一个政党上来，他们的看法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日本，我觉得他很多地方当然跟着美国走，但是如果真的要实际去参战的话，这个还是要经过人民，经过尤其是国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是辩论，然后通过才有办法。所以我认为我们自己如果认为说战争爆发，日本一定来帮忙，或者美国一定来帮忙的话，我们就要去了解战争的这种复杂性是，然后尤其要知道民主国家对事情的看法前后有很大的不同。你看阿富汗嘛，是待了20年了，对，拜登一句话就要走了，对，每一个美国的将军们，尤其驻阿富汗的将军指挥官，告诉美国政府不能这样干，我们现在就走掉，这个国家很快就要亡。我敢在这边断言，美军离开之后半年内阿富汗就没有了。所以你看看，以前才不久前，美国还这样的支持阿富汗，连川普都不敢从阿富汗给撤军走，上去一个拜登说撤就撤了。所以这种美国的这样一个灵活度，那种善变的程度，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保护中华民国，要用所有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美国很重要，日本也可能很重要，可是如何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让两岸关系稳定下来，不要爆发战争，这才是我们的最高的战略指导原则。对，我们的情况当然比阿富汗好得多了因为我们的整个百姓坦白讲，我们教育水准比较高，然后呢，我们的经济的条件也很不错。在国民党的时代，尤其要特别提，
所谓的半导体这个工业，这个就是孙运璇先生他们当时去打造了，还把这个张忠谋从德州仪器从美国请回来，还到工研院去负责这样。所以国民党这个把台湾其实台澎金马要讲台澎金马是打造的是真的是很不错哦。那当然这个另外在战略的要冲上来讲的话，阿富汗就某一点来讲没有像台湾现在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刚好在亚太的这样一个第一岛链的这个中间的位置，枢纽上面东北亚，下面东南亚，所以我们变成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各方来讲都要很重视我们。尤其中国大陆快速崛起，美国就要拉拢中国大陆周遭这些国家，所以台湾有非常好的条件做什么事？建构一个左右逢源的外交。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讲，我们就是要左右逢源。其实做的也是这样嘛。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啊，这行列然后，所以应该就叫等距外交啦。是我们其实也不能讲等距外交，因为坦白讲，我们跟美国好一点。多亲密一点是应该的。第一个，大家的政治制度好比较接近，都是走民主的这样一个路线。然后呢，我们毕竟跟美国来讲，就是说我们很多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获得，这些也要从美国取得。所以美国对我们非常的重要，而且多年来美国一直帮我们。好，所以跟美国好一点是应该拥抱吧，我们跟美国就拥抱吧。但是跟中国大陆，你该不该维持个至少可以握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你喜不喜欢中国大陆的共产制度？我个人来讲，我不喜欢共产制度。但是你必须承认，台湾今天最大的市场，我们台湾的产品是中国大陆，不是美国，对不对？中国大陆的市场让我们赚的外汇是如此之多，今年大概过1000亿。今年大概要过1000亿，1000亿的顺差，请问你可以到哪个国家赚这么多？我们跟日本人做生意，其实我们都是赔钱的，都日本人赚的钱啊。这中国大陆经济上对我们非常好，军事上也足以威胁我们。所以我们要不要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友善的这样的关系？不能说亲密，至少稳定稳健的两岸关系。国民党就走这样一条路啊。马英九要选总统的时候，当时他讲啊，马英九当选总统，台湾会被出卖。结果，请问你，马英九做完8年总统有没有出卖？马英九任内也是，我们可以去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我就代表立法院去参加了。也是马英九让我们在外交上可以喘一口气，中国大陆没有去夺我们的邦交国。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实力，也知道敌人的实力，也知道朋友的实力，才知道我们该走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台湾的位置就必须要走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这样的一个路。我们讲远亲不如近邻，你就把中国大陆当邻居嘛。是，你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你要美国从千里迢迢奔过来要去帮你的忙，这个坦白讲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台湾真的要让自己能够避免战争，这对我们最好，其实也是对世界一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如果两岸关系搞不好爆发战争，我们固然生灵涂炭，会卷入这个战争这些国家，我们也对不起他们的人民啊，因为他们也会有死伤啊。所以我觉得左右逢源，跟美国拥抱吧，跟中国大陆至少可以握手，这样的关系应该是我们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一直都采行的这样一个政策。我认为我们是对的。今天两岸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我们马英九上去，吴钊燮讲话讲这么大声，你上去断了几个国家啊？是啊，你断了几个国家，你再告诉我一次，对不对？4个国家嘛，不是这样子吗？你这外交部长有多能干啊？而且从来不敢讲中华民国，都讲台湾。台湾是我们在现在这边处身立命的地方，可是中华民国是国号，是你外交部长代表国家的中华民国的正式国号，你就应该讲出来。没有啊，他接受外媒外电访问，从来都台湾不敢讲中华民国啊。一个不热爱自己国家正式国号的这样的一个外交部长，我们可以信任他吗？